今天这个特别兴奋。今天我们要做什么呢？很多人在我的那个影片底下留言提醒我说，很久没有来做 MV reaction， 从来没有想过有一个这个神奇的组合呢 ，Jennie 跟这个 Dominic Fike， 他们居然有一个合作。我个人呢算是 Dominic Fike 的一个粉丝啊，他的很多 MV 都非常非常的好看。如果我们今天看完有时间，也可以推荐一些他的歌曲的 MV。Jennie and Dominic Fike 的 Hangover，Let's go。应该是一个哇哦。Jennie 跟我一样大，1996年。 Night with all our memories that made us. Us. Going to the drive-in. Fancy dinners. Or bowling competitions. Jennie! I won't let her die again. But I will try to let you go. Bradley and Pablo. Wow. So old. This love ain't all. Fight me. You made me so unlike me. I don't wanna talk on behind me. Now you ain't the one, but you might be. Who sent you round again? I'm so shady. I don't really mind when you play me. When I stood up, go crazy. I ain't gonna lead you, hate me. Who sent you round? Oh shit.好，先哇，因为这个歌曲挺短的，我们先不要一次看完。首先最一开始呢，他做了一个这个 funeral 的一个开场。那一开始他刻意把整个气氛营造的很像是一个很认真、很严肃的葬礼，但是后面呢，他就开始加入了一些这个喜剧节拍的要素，比如说很荒唐的这个背景音乐的突然切换。有没有像这一段？哇，这种拍子是很典型的所谓的喜剧节拍。那当他开始 introduce 这种喜剧节拍进来之后，你就会开始感受到，这好像不是一个悲伤的 funeral， 而是一个荒唐的、搞笑的、很风格化的一个 funeral。开场这个整段呢，就是很仰赖 Charlize 的表演，然后 Jennie 躺在一个很漂亮的棺材里。然后这边就是把视角变成是 Jennie 躺在棺材里面看着他，所以他慢慢往下降，然后 Jennie 突然张开眼睛了，这样。然后他们在看一个汽车电影院，然后有怪兽走出来。哇哦！哇，刚刚他这个爱心转场非常的符合这个调性，我很喜欢这个爱心转场。他突然噎到，叫哈姆立克吧。这段看起来有点色情啊。OK， 哦，这个 MV 很机车OK， 所以他噎到的这应该是一个，它是一个什么啊？这是一个什么啊？橄榄是不是？橄榄的这个东西呢，经过一连串的反射之后，又重新弹回 Jennie 的嘴巴里面。然后他这边又做了一个我们现在最常讲的就是 match cut， 好不好？现代的所有 MV 厉害的 MV 的这种转场或是
让你感觉非常非常连贯，都来自于这个 match cut， 橄榄往前飞，然后就接了一个保龄球打倒瓶子的这个意象，你就会觉得这个转场非常非常的顺畅。哦，有没有？第二次几乎每个转场都是用 match cut 的方式在做，然后这一段他等于就是去 flashback 了，他们在那个汽车电影院约会，然后在一个高级西餐厅约会，然后在这个保龄球馆约会，但是不管怎么搞的，好像就是Jenny就是会被弄死就对了。他的这个丢出去的这个效果，除了它非常的有喜剧性之外，然后这个东西其实在最近 Billie Eilish 的 MV 里面也有做出类似的效果。那我自己觉得应该就是很单纯的拿着一个东西在左半边这边去固定住这颗球，然后就真的把 Jenny 拉过去，然后后期的时候再把这边的这棍子或是绳子这些东西把它一针一针的去掉，或是用那个 AE 里面它可以用 rotoscope 的技术，再加上 PS 现在有那个 generative fill 生成填色，然后它可以透过这个东西去自己帮你把这个东西补起来，这个在 AE 里面现在算是蛮好做到，透过 AI 的力量做蛮好做到的事情。然后这边他做了一个 track， 把每一个保龄球瓶加上一个表情，非常非常的机车。哦，什么意思 ？Lost but never forgotten。OK， 所以最后他们在这个嘉年华会，然后他的这个气球呢也是一样，不知道为什么。又往上飞了。我这边唯一会想要鸡蛋里面挑骨头的一个点是，我觉得它的这个飞起来的效果看起来有点怪怪的。我不确定这个怪感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它上身的动态，还是比如说头发没有在飞，还是 Jenny 的这个她的这个躯干实在是有点太哇 ，Jenny 的身材真好，这个躯干可能有点太直。总而言之，我觉得，但或许它的这个怪感就是这个导演想要的效果。然后这边一样切到类似的主观镜头上升的这个视角的切换，然后又变成类似粘土动画的这种效果。这个动画的效果又有点去 recall 到前面那个怪兽跑出来的时候，所以他们在美术上好像这种动画的东西，他们都是做有点抽格的，就是在这一场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有没有它的怪兽这个动画的格数跟其他东西是比较不一样的？它是可能只有20格、18格之类的帧率的 FPS 这样。这整部 MV 给我一种很强烈的怪奇物语的感觉，我不晓得是不是有刻意为之啦。然后就被雷劈到，然后他就一路掉回了 funeral 里面。我自己个人的解读呢，我会觉得他是在讲说，就是在一个可能没那么适合的感情里面，然后这个过程就是让人很想死，但是他用一个非常恶趣味的方式在讲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这整个 funeral 的概念应该就像是在为这段爱情哀悼，在埋葬这段感情，所以男生才会说我会试着 let you go， 就是我试着放下这段感情。所以 Jenny 应该并不是真的死掉，只是他们在过程中可能还是一直有很多的争吵争执，让他觉得在这段关系里面还不如去死的类似这种感觉。因为 hangover 同时也有宿醉的意思，歌词也是在讲说，我每次都说这次结束了，可是隔天早上醒来又像是被这个爱冲昏头的这个宿醉一样，所以我会继续选择跟你在一起，然后就是每一次，所以就是用4次约会的这个死亡。好像是说反正就像是一个循环一样，我们的这个争吵，我们的不和，
死掉了，可是又重来的这个循环。那技术上，我自己觉得这个导演 Jenny 的整个团队，他们很聪明，因为 Jenny 的这个人设或者他习惯的表演方式，本来一直都是那种。但以前他有过什么跳舞划水的这种争议嘛？但是他的这个魅力好像始终就是来自于这种有点慵懒，有点就是5成力就好，6成力的努力。可是我就是比别人出色很多很多，眼光就会自己在我身上。我觉得在整个影片的定调上，一切都很游刃有余，所有的表演、表情、肢体都是只有淡淡的，同时也符合这首歌它的唱腔跟Jenny 一直以来很擅长的这种表演方式。OK， 我自己会形容这算是一个偏小品的作品，但是我虽然说它是偏小品，但它的制作规格跟成本也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得了的。比如说，你看光是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它的这一场一定是超级大一场，然后请了这么多都是很有质感跟造型非常非常完整的群众演员，就只为了营造出这个 fancy dinner 的这个氛围，然后包含尤其是后面的这个 carnival。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点是，我觉得在台湾的很多制作可能受限于预算的这个方面，很多时候我们通常台湾的 MV 都只能够把主演顾好，比如说他的服装造型很多分镜，我们都只能把我们的镜头放在主要演员身上或是歌手身上。但其实我现在在看很多作品的时候，我都可以很明确的感受到，当你在拍片，然后你是要去建立出一个世界的时候，在背景的这些人都是跟主演同等重要，甚至是更重要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今天没有后面这些在郊外的这些人，因为他有这些群众演员的存在，所以他所创立的这个世界，他所搭建出来的这个宇宙观的这个世界观，才会让我们很直接的相信这些东西。然后这个东西是我觉得在预算上，在制作规模上有余裕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才有办法做到的。当然也包含就是导演跟他的团队要为每一个在郊外的人一样去做到完整的造型跟完整的 casting， 你才有办法把整个作品的质感一次提升起来。好啦，今天就是这样啦。今天这个算是一个 Jenny 跟 Dominic Fike 的一个小品。那如果有那个台湾观众不知道 Dominic Fike 的话，可以推荐一些这个歌曲。我自己呢非常喜欢他的这首歌，他跟 Weezer 合唱的 Think Fast。哇，这颗分镜真的非常非常的帅，它是一个这样倒吊在车子前面唱歌的这种状态。那这个东西呢，有没有影响到我们台湾的艺人的 MV 创作呢？是的，就是有的。当你看的东西够多的时候，你就知道它的灵感可能是从哪边来的。那我自己个人猜测，我没有问过一展。好，有没有？是不是看起来很像来自同一个 concept？这个 MV 导演的世界，大家看到什么东西的时候，就会很快知道这个东西的 reference 可能是来自于哪里。好了，那今天就是这样啦。大家如果最近看到什么酷 MV 的话，可以下面留言跟我分享。非常可惜，我错过了这个 G Dragon， 还有这个 Rosé 跟 Bruno Mars 的这2档非常非常爆炸的 MV， 非常遗憾，都是叫我招惹的。好了，那今天这样，我是 Kino， 我们下次影片见。然后那个保龄球说是很轻的保丽龙，然后用绳子拉着。对 ，OK， 哈。